刘晓庆到底有多狂？她曾对家人说：“我的故事以后一定会被人拍成影视剧，你们等着拿版权费就行。”作为一个红了半世纪的女人，刘晓庆的一生实在过于精彩。她还未出生就被父亲抛弃，却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亿万富婆。早年得志，23岁时就红遍全国，却在事业巅峰时锒铛入狱。除此之外，还经历过4段婚姻，6个男人，在58岁时还能风光嫁入豪门。她的一生到底有多传奇？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刘晓庆的幕后故事。刘晓庆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，时至今日，人们对她的年龄一直争议不断，网上流传的4个版本都不一致。这也许是因为刘晓庆坎坷的童年，在她还未出生时，父母就离婚了，之后母亲带着她改嫁，直到刘晓庆14岁时入团政审，她才知道自己一直在叫的父亲竟然不是她的亲生父亲。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下落是真的吗？不能确认，不能确认。因为我妈妈她不想确认。也许是先天的影响，刘晓庆从小就争强好胜。音乐学院毕业后，她被分配到一个农场劳动，可不认命的她却凭借努力考到了城东军区话剧团。1975年，81电影制片厂决定重拍电影《南海长城》，在全国海选女主，能歌善舞的刘晓庆得到了代理主演的机会。那时导演组为了考验刘晓庆，让她在大冬天在几层楼高的军舰上跳海。刘晓庆没有1秒犹豫，扑通一下跳进海里。正是这一跳让她坐稳了女主角的位置，也让她在电影播出后一举成名。1979年，刘晓庆出演电影《小花》，影片中她饰演的何翠姑为了救哥哥，抬着担架跪着石梯爬上黄山，这一幕当时很多观众看得潸然泪下。而事实上，为了拍好这个场景，她每天在招待所的楼梯上和黄山的台阶上反复进行练习，整个膝盖都磨烂了。就是当时演戏比较傻，可能比较真吧，就是比较本色的表演。成名后的刘晓庆获得了更多的机会，她也因此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多个第一：中国第1部喜剧电影《乔这一家子》，中国第1部武打片《神秘的大佛》，中国第1部和香港合拍的电影《火烧圆明园》。这些经典作品都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刘晓庆也随之火遍国内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大明星。1987年到1989年，凭借电影《芙蓉镇》《原野》和《春桃》，刘晓庆成功拿下3届百花奖影后，创下中国影史纪录，至今还没有人打破。因此80年代的中国电影甚至被称为刘晓庆时代。除此之外，刘晓庆还是当时春晚上的第1位女主持人，可刘晓庆却说能请到她是晚会的荣幸。请到我其实是晚会的荣幸，当时从我的心里根本就看不上电视。到了90年代，刘晓庆顺应潮流，开始主攻电视剧，其中最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当属武则天。40多岁的刘晓庆从16岁少女一直演到83岁的老妇，打造了最经典的武则天形象。要问80年代国内最红的女演员是谁，当刘晓庆莫属。可当时事业风光无限的刘晓庆，虽然名气很大，每个月却只能得到50块钱的固定工资，这让刘晓庆在长时间内都十分不满。而这种不满的情绪，在她拍《垂帘听政》时彻底爆发。1983年，刘晓庆参演香港大陆合拍剧《垂帘听政》，剧中她是高高在上的慈禧，吃喝都有人伺候，可戏外她却被区别对待。我每天的饭就是2个馒头，1个黑的咸菜，但是梁家辉就会推一个饭车来，上面很多的怎么鸡鸭鱼肉什么都有。这样的区别对待让刘晓庆愤懑不平，同时也激发了她赚钱的欲望。可仅靠1个月50块钱的工资自然远远不够，于是刘晓庆想到了走穴。为了赚钱，她开始疯狂接商演，从早上演到天黑。演了一段时间，刘晓庆赚到了人生的第1桶金。之后，刘晓庆开始了下海经商，她先后创办了广告公司、化妆品公司、影视公司。在众人敬意的眼光中，30多岁的刘晓庆建立起了庞大的商业帝国。在1999年，美国的福布斯大陆富豪排行榜上，刘晓庆排第45位。一时间风光无限的她，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写了一本叫做《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》的自传。从一个女明星到亿万富姐，拍卖，还标题1个字都没写，拍卖了108万人民币。哇！那时候108万相当于现在畅销书作家刘同、大兵他们的1500万的版税，这是大新闻呢。如果不是一封匿名举报信，刘晓庆大概真的会在商业这条路上一直狂奔下去。2002年，刘晓庆
庆因涉嫌偷税漏税被关进了监狱，这一待就是422天。那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女人彻底完了，可她却没有气馁，反而开始每天跑步、看书、洗冷水澡。尽管如此，出狱后的刘晓庆处境仍然不容乐观，等待她的是上千万的债务以及事业的空窗。为了还债，刘晓庆又做回了演员。这次她放下自己的影后和主角光环，不管是老妈子还是丫鬟，只要给钱就演，哪怕是只有50块钱，她也会去。因为太过努力，刘晓庆还因此得了一个横店第一漂的称呼。时间长了，刘晓庆在业内的口碑重新树立起来。2011年，刘晓庆终于凭借实力东山再起，她在武则天密室重新做回指点江山的女皇。也就是这一年，她背负的债务终于还清。在事业上不肯服输的刘晓庆，在感情上同样敢爱敢恨，经历4段婚姻、6个男人，在58岁时还能风光嫁入豪门。刘晓庆究竟有多大的魅力？我是不喜欢结婚，那你还结婚？逼婚，每一次都是逼婚。就被人逼婚追晕了，就好吧，就咣就结了。刘晓庆第一任丈夫王丽是一位小提琴手。1976年，身在成都文工团的刘晓庆迫切希望调往北京，她想到最快的途径就是和一位北京人结婚。出身音乐世家又是北京人的王丽就是最好的选择。婚后第4天，刘晓庆就出远门拍戏，这一去就是1年。聚少离多的婚姻生活让这段感情最终画上了句号，而刘晓庆也成为了第一个公开离婚的中国电影明星。1980年，刘晓庆在拍摄电影《心灵深处》时相识了第2任丈夫陈国军，两人爱得不管不顾，同居3年后于1988年结婚。在这段感情中，陈国军为了刘晓庆离婚，刘晓庆也将陈国军的工作调到北京，扶持他当导演，拍摄了《无情的情人》和《大庆炮队》2部电影。然而这段轰轰烈烈的感情还是没有持续多久，就因为一个人的出现有了裂痕，他就是大导演姜文。1986年，刘晓庆在拍摄电影《芙蓉镇》时与姜文因戏生情，只不过那时31岁的刘晓庆已经名满国内外，而姜文才23岁，只是一个刚从北电毕业的学生，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2个人，居然在拍电影期间暗生情愫。据说当时陈国军得知此事后异常生气，从厨房搬来了煤气罐，差点就和刘晓庆同归于尽。1990年，刘晓庆如愿以偿和陈国军离婚，只不过2人分开的并不和平。陈国军写了一本叫做《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》，将许多他和刘晓庆的私事放到公众上来。这件事也让2人关系降到了冰点。直到26年后，刘晓庆和陈国军同台参加节目才冰释前嫌。离婚后的刘晓庆和姜文走到了一起，也因此促成了姜文从演员到导演的蜕变。当时的姜文正在犹豫是否要出国读书，刘晓庆得知后断然否定。是我告诉他你要现在就要做导演，是他就说我要到美国去学10年，对我都晚了，你现在就做导演，我去给你拉钱。正是感念这份恩情，即使分手几年之后刘晓庆入狱，姜文也不惜花重金帮他请律师打官司。在与姜文平静分手之后，刘晓庆结识了风度翩翩的武卫国，可女强男弱的差距令这段感情最终也是惨淡收场。在刘晓庆入狱那段时间，一个叫阿峰的爱慕者始终不离不弃，刘晓庆深受感动，决定嫁给这个男人，但感动却始终不是爱情。这段婚姻也只维持了3年。之后的刘晓庆忙着复出工作，直到2013年，刘晓庆与香港商人王小玉在旧金山的一所教堂举行了盛大婚礼。将近60岁还能风光嫁入豪门，令许多人都震惊。背后的故事，其实对方早就认识刘晓庆，整整追求了她30年。刘晓庆终于在岁月沉浮里被他打动。如果世界上有亘古不变的爱情，就是他。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刘晓庆的人生大起大落，可无论经历怎样的挫折，她都有着不怕从头再来的勇气。她用自己坚强与独立，书写着属于她自己传奇的一生。视频结束，喜欢明星故事的可以关注我，别忘了点赞转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